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周深从网络歌手到华语顶流，版权敬畏如何与实力共振，走10年长青路。在一个往往被热度、话题和曝光度所驱动的行业里，周深的成长路径显得有些反常。他如今已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，多次站上央视春晚的核心舞台，但他的上升轨迹并没有依赖炒作、争议或刻意制造的流量事件。相反，他的职业路径更像是一种长期打磨的结果，建立在技术、作品与职业操守之上的稳步积累。也正因如此，周深的案例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歌手成功的故事，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关于行业标准的样本。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、规则不断被挑战的环境中，他的存在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当流量不再是唯一指标时，什么才是一个艺人能够长期立足的真正基础？周深出生于1992年，湖南邵阳人，在贵州贵阳成长。他的音乐起点并非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路径，而是源于个人兴趣与网络平台。2010年前后，他以卡布勒为名，在网络翻唱圈获得关注。这一阶段看似普通，却构成了他最初的能力验证，没有团队包装，也没有资源倾斜，只有声音本身作为唯一的竞争力。2014年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第3季，是他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并没有迅速被工业化打造为典型流量歌手。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发生在2016年，大鱼海棠印象曲《大鱼》的出现，让他的声音被更广泛的听众所识别。那种兼具空灵质感与精准控制的表达，使他在 OST 领域迅速建立起位置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并不仅仅是一首成功的歌曲，而是一次定位完成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周深不再只是一个拥有好嗓音的新人，而是被逐渐视为情绪表达能力与技术稳定性兼备的歌手。这种定位在后续的作品中不断被强化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作品类型逐渐扩展。达拉崩吧中，艺人分饰多角，展现出对音色与角色切换的控制能力。灯火里的中国进入教材，并在国际场景中呈现，体现出作品的传播力。花开忘忧等春晚作品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主流舞台的存在感。从这些节点可以看出，他的职业轨迹并非单点爆发，而是持续累积的结果。如果说这些作品构成了可见的成绩，那么更值得分析的是支撑这些成绩的技术体系。周深的声音类型被普遍归类为假声男高音，其有效音域横跨多个声区，且音色统一度较高。在实际演唱中，他对于弱混、强混的切换控制，往往表现出高度稳定性。这种能力使他在不同风格之间转换时，依然能够保持声音的完整性。现场表现是衡量歌手技术的重要维度之一。在公开案例中，即使在身体状态不佳或设备条件受限的情况下，他依然能够维持较高的音准与控制力。例如，在演出中遇到音响问题时，通过清唱完成控场，这类情况并不常见，却能够反映出演唱体系的稳定性。这种稳定性并不是单一技巧，而是一整套训练与经验的结果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种能力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一个艺人的价值不再完全依赖后期制作或舞台效果，而是可以在不同环境中保持输出一致性。这一点在当下强调现场真实感的市场趋势中具有现实意义。然而，周深的行业价值并不只体现在技术层面。近年来，他在版权意识上的一系列行为，使他逐渐被视为规则意识的代表案例之一。在一次演唱会中，他在未确认版权的情况下，仅演唱一句便主动停止，并以轻松方式说明原因。这一举动在观众层面引发讨论的同时，也在行业内部被视为一种罕见的自我约束。
更进一步，在2026年为作品加入禁止 AI 训练与模仿的声明，则触及了一个更前沿的问题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声音数据的使用边界正在变得模糊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提前明确版权边界，并将其写入作品本身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规则前置的尝试。这不仅是个人选择，也为行业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路径。需要区分的是，这些行为本身属于事实层面，而它们的意义则属于解释层面。从分析角度来看，这种对版权的持续关注，实际上在重塑一个行业认知，即合规并非限制创作，而是保障长期价值的一部分。当然，任何艺人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争议。围绕周深的讨论中，也存在不同声音。有观点认为，他在 OST 领域的集中输出，可能限制了原创音乐的比例；也有人认为，他的风格偏向稳定，缺少更激进的突破。此外，网络空间中针对外形或声音的非专业评价也时常出现。这些声音的存在本身并不特殊，关键在于回应方式。与直接回应争议不同，周深的策略更偏向于以作品回应。例如，在后续专辑与新作中尝试不同风格，或通过跨类型合作扩展表达边界。这种方式并不直接对抗舆论，却在长期中逐步调整外界认知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公益与文化传播方面的参与，也构成了其职业形象的一部分。通过在大型舞台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，或参与公共文化项目，他的角色逐渐从歌手延伸到文化表达者。这种转变并非短期策略，而更像是一种长期定位的延展。站在当前时间点来看，周深已经完成了从技术型歌手到行业样本的转变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径已经结束。未来，他仍面临几个关键问题：如何进一步提升原创能力，建立更鲜明的个人创作体系；如何在 AI 与数字化环境中持续探索版权与技术的平衡，以及如何在不同媒介与舞台中保持内容输出的稳定性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是否能够从标杆走向长期范式。如果将他的10余年职业路径浓缩为一个核心逻辑，那么可以说，它并不是关于流量的竞争，而是关于标准的建立。在一个变化迅速的行业中，能够被记住的，往往不是一时的关注度，而是持续可验证的能力与行为。那么，在今天的娱乐环境中，你认为技术实力本身是否已经足以支撑一个长期的职业生命？还是说，像职业操守与规则意识这样的隐性能力，正在变得同样重要？